主公，我的病已经无碍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只是治疗所需而已。毒已经都除掉了，慢慢调养身体就行。这1年多来，与袁绍对峙，近来奉孝殚精竭虑，对你的身子损耗太大了。等回到许都，姑一定给你找个最好的名医调养，不许再劳心费力。奉孝还年轻，姑还指望你辅佐子建。所以务必要保重身体。主公，此番大胜，其实是仰赖天子。所以这是你放天子来官渡的原因？是。姑与汉室早已貌合神离，姑不相信天子会真心驯服的。奉孝到底跟他说了什么话？没什么，臣只是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出去看看天下，自己选择能结束乱世的人。姑还是不明白。以姑对天子的了解，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。臣这次回许都的时候，感觉陛下有很大的改变，他的眼光不仅仅局限于对主公的敌视了。这2年，天子改变实在是太大了。姑很奇怪，到底他经历了什么？他到底又有什么目的？汉室已经不是当年的汉室了，他居然和司马家搭上了关系。司马懿年纪轻轻，骤然得到天子的青睐，便以国事自诩，自谓胸怀天下，相信经此一事，也该有所收敛。家人绝代，名士倾国，皆是天眷之物，为人间多留一份是一份。主公没有追究司马懿，是江海尽怀。奉孝想庇护的人还真不少啊。名士倾国，那个女子也是吗？臣也要向主公求个恩典。奉孝这样说就太生分了。姑一向给你最大的自专之权，若那个女子能给你带来一些快乐，奉孝自便。多谢主公成全。但司马懿不一样，姑之所以放他回去，是因为还没有摸清楚他的底细，怕留在身边会成为昼夜之患。等回了许都，这2年错过的风云变幻，姑要好好的补一补。你休息吧。二哥，
子健，你回来太好了，担心死我了。你没受伤吧？那就好。父亲派人四处找你呢。可是真的是王爷把你带走的吗？是。王爷把我掳去元营，我趁着袁绍大败，营中大乱，杀了守卫才逃回来的。那太好了，父亲都急坏了。你快去拜见父亲吧。哦，对了，母亲也来了。母亲也在。你离家之后，她一直担心你睡不着觉，可是我们都不敢跟她说实话，只能跟她说你带兵出去巡逻了。幸好你回来了。母亲在哪儿？那儿。我去拜见母亲。子桓，子桓，你怎么如此不懂事，不告而别？你知道母亲有多担心吗？都出去。皮儿，你怎么了？我都知道了。知道什么了？是娘让张绣杀了大哥。胡说什么？是不是胡说？娘比我更清楚吧。杀子存父，你怎么对得起父亲？怎么对得起我和三弟四弟？闭嘴！这不是你该说的话，更不应该在这里说。娘，那年我才10岁，我被大哥放到马上才逃出去。回头我就看到他死在乱箭下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连做梦都能梦到那个场景。我是为了谁？我还不是为了你们3个？你们面对的是天下，不是这一点家门内的恩怨。为了你们，我什么罪孽都可以背。可你不是啊！你这么做是为了四弟，不是为了我。这些年我一直不明白，我那么努力，父亲爱诗，我就学诗；父亲征战，我就学武。我是家中的长子，为什么就得不到父亲的宠爱？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在父亲眼里，大哥就是为我死的，我就是个祸害。我真宁可当年跟大哥一起死了，这样你们就畅快了。你以为你父亲不喜欢你，是因为这件事情？你父亲要的是一个能继承他功业的英雄，不是一个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争宠上的幼稚孩童。他要的是一个能继承着乱世的人，一个能结束这乱世的人。这样的人可以忍受屈辱，背负罪孽，所有的情感苦难皆不可动摇。子桓，拜见父亲。姑知道你的事了。儿子擅自行动，
险些铸成大错，请父亲责罚。不，你救了陛下，这次你立了大功了。唐姐姐应该没什么问题了，你放心吧。唐英现在没事了，我们该聊聊你跟曹操的事了。对了，我和曹操已经约好了，他会对外宣布唐王妃已经死了，所以你可以带她走。和曹操约好了？什么时候约好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那你让我把曹丕送回来跟你里应外合，这又算怎么回事？仲达，对不起，我也是面对袁绍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他会毁了汉室。曹操不是吗？多少人的心血让你说毁就毁了？如果打我一顿能够让你解气的话，那你就打吧。我对不起你们，我认。但是我们的心血，没有天下百姓的鲜血更重要。如果官渡之战，袁绍要是赢了，下一步，他一定是废汉自立。纵然我能够收拾曹操的残部与之对抗，必然也会让中原局势进一步动荡。我和曹操的斗争是权力之争，不应该蔓延成荼毒天下的战火。那你可知道，曹操要比袁绍可怕1000倍，可怕10000倍。杨武那把火，烧掉的不仅仅是袁绍的粮草，还有你们汉室复兴的希望。你亲手毁掉的，就是汉室复兴的最佳时机。从此以后，曹操的势力如日中天，无论在朝堂，还是天下，而你们苟延残喘的汉室，还如何能与曹操争一席之地？不会的。曹操要是赢了，势力必然会大增，但是汉室也会得到更多北方士族和大臣的支持。汉室的正统尚在，大义之名尚在，只要天下人心不灭，曹操他终究不敢逾越君臣之分。况且我还在尽力争取郭祭酒和荀令君，我相信我们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。愚蠢！希望日后你不会后悔。我绝对不会后悔。好，你的决定我无法改变，但是这一次我不会再帮你了。我要带着唐英离开，或许不再会回到朝堂。希望你自己真的能够撑住。来，想不到我随父在外1年，竟然错过了许都文坛这么多趣事。
许都文坛虚席，以待公子。公子不在，谁知牛耳？不敢不敢。早在许都之时，已经久闻杨公子才名经世，只是我那时年纪尚小，自惭形秽。今日得见，终于可以将手中的文章赠予德祖评鉴。子见公子文章辞赋，休曾有幸领略过数篇。光超日月，哪里是休能够点评的？杨公子，你也太客套了。这诗人著述也不可能无缺憾。我呀，也常常为朋友修改词赋。呵呵，依我看，公子词赋虽然壮丽，但比之雕琢词藻的陈琳等人更胜一筹。在于公子诗文中的真情、率性以及志气。公子的理想，应该不止于一个诗文家吧？我年少德薄，只因家父之功才身居高位，又岂能以汉墨为勋纪，以词赋为君子？我之所以努力，当在陆立上国，留惠下民。建勇士之业，留金石之功。德祖果然深知我也，只恨与德祖相识太晚。臣出身43公之家，然而在这国家多难的时代，臣的志气，臣的得意，以及臣的痛苦，和公子是一模一样的。如今司空击败袁绍，平定河北指日可待，中原疮痍满目，百废待兴，生民流离，正需要像公子这样有仁爱之心、博大之志的人去拯救。司空如此器重公子，对公子的期望，公子应该明白。这天下仅靠一人的努力是无法拯救的。我只盼能与德祖一同博个勇士之业，金石之功。士为知己者死，父有何憾？德祖，你醒了。这里是哪儿？这是地底下。你死了，我殉情了。你骗我！这里不是。你都已经死过一次了，怎么还这么笨呢？你应该说，我们两个一起去投胎吧。我真的以为我要去殉情了。这里是军营。没错，这是曹操的军营，只有国家能救得了你，所以我把你带回来了。没想到，国家真的用自己的血解了你的毒。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回来？曹操他不会放过我的，我宁肯死，也不想再做回唐王妃。我不想再回到那个身份里去。你为什么不直接把我带回温县呢？燕儿，我跟你说过我会带你回去，就一定会带你回去。曹操没办法抢走我的媳妇儿，老天爷也抢不走，你的身子能赶路吗？曹操他不会放我走的。议和已经逼迫曹操答应了，从今往后，这天下再也没有唐王妃了。
义和和福寿说了，一旦有机会，就会溜出宫来喝我们的喜酒。是真的吗？外面的马车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。你还有什么东西要收拾的吗？夜黑风高，抢媳妇喽！仲达，仲达，仲达，玉，仲达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已经道过别了吗？这里可是曹操的地盘。你和堂姐姐要走，我怎么能连送都不送呢？你回去之后还是小心些吧，面对的可是个有曹操的许都，别被他们生吞活剥了。你放心吧，我这个皇帝已经跟以前不同了，我知道该怎么保护我自己，还有司马家。别吹牛了。不管你是在温县还是什么地方，朕的事迹都会传到你的耳朵里，你就等着吧。出来浪了一圈，学的最好的就是吹牛，是吧？这10几年来都是你言传身教，我还用得着跟别人学吗？我替唐英，谢谢你。你和堂姐姐，好好享受一下这天下太平吧。你和弟妹，也学学我们吧。驾！停！玉，出示令牌。驾！仲达走了。对啊，他非官场中人，一程同行之后，终究会天涯陌路。朕想留他，也留不住我。臣知道，他是为了陛下才回乡的。朕知道回到许都之后，你我会有立场之别，但是朕永远不会忘记你冲上山救朕的样子。是臣方才言语失态了，望陛下恕罪。臣告退。你今天的剑意里，戾气如此深重，怎么？是谁得罪了你？师父，你是不是一直以为是我父亲害死了你弟弟？怎么？难道不是吗？其实害死你弟弟的，不是我父亲，也不是唐英，而是那个出卖他的人。是谁？是天子。
郭奉孝，其实你是个好人。对郭家来说，真是个尴尬的评语啊。人生终将一别，我对郭奉孝的评语就是这句话。你要走，我见到曹操了。你还是放不下恨意吗？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债，也不是吕布一个人的仇，是千百人在我面前被淹死的活生生的人。曹公决定放水眼下邳的时候，我在。但我……别说了，是你让我忘掉这一切的，我也不想记起来了。洪昌，我和曹公也曾被烈火围困，我是最知道水火是无情的，我比任何人都知道。但是在战场上，不得不用水火，因为那样能最高效地结束战争，让己方死最少的人呐。你们的智慧，就是寻找最高效的杀人方法吗？我想寻找最高效的不杀人之法。找到了吗？有，比如你舍身杀董卓，救汉室苍生；比如辅佐一个明主，结束战乱。男耕女织，男欢女爱，这才是正常的人间。我们这代人的罪孽背得太深了，我一直想着那一天。如果那一天到来的时候，你还在我身边，便是三生有幸。你还要走吗？天下皆战场，我却只想看人间。玉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在等你。你怎么知道我会来？因为他，为了他，你什么都会去做。我要是早点知道你和他的关系，我也许就会帮你结了叶成伟了。那样的话，恐怕我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。算了，不说了。总之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再见了。沈伯父已经入土为安了，你也回乡继续读书吧。你性格单纯善良，的确不适合卷入这个乱世。你不就是说我傻吗？不，我是真的很高兴能有你这样的一个真诚的朋友。你不欠我什么了。曹操是枭雄，你自己要小心。我不会再卷入他们的纷争当中了。你这样的人，遇上这样的时代，逃不掉的。
枪。保重。急报！有急报！官渡急报！快呈上来。大捷啊！官渡大捷啊！袁绍全军覆没，逃回邺城，呕血而亡。河北尽数平定了。没想到预计10年之功，居然毕其功于1役呀！好啊，真是大快人心呐！是啊，是啊。如此，河北苍生免受10年战乱之苦啊！是啊，拜见令君。满府君可是为战报而来？袁绍已死，河北大捷啊！属下已经知道了，恭喜司空。恭喜令君！属下前来另有一事禀报。哦，何事啊？有上百名士子自河北来到许都，由于没有过所门书，现汇集于城门下，不得令君之命，属下不敢放他们入城。河北士子来投？快点，快点！行了，走吧。哎，过来。这位便是荀令君吧？拿什么呀？学生拜见令君。诸位免礼。诸位可是从邺城而来？禀令君，正是。我等被袁绍骗入邺城，反受沈沛派兵欺凌，险些丧命。动乱之中，幸得贵人相助，令我等来投许都，以朝正朔。还望令君接纳呀。诸位乃是适龄英华，肯来许都，乃大汉荣耀。满府君，请这些士子们进城，每日分派干净房舍、饮食衣物。谢令君，谢令君。方才你说得遇贵人，贵人是谁？可一同前来啊？贵人是天子。罪臣崔琰叩见陛下。叩见曹司空。罪臣率领邺城众官员，献上邺城户籍，请求归降。所有罪责，在于臣一身。臣恳求陛下和曹司空赦免全城百姓。起来！袁绍已死，大夫们不过是各为其主，孤又怎么会怪罪？孤吊民伐罪，更不会牵连老百姓。多谢曹司空。袁绍诸子何在？破城之日，诸子杰四处逃亡，长子袁谭逃往了南皮，二子袁熙和三子袁尚皆逃往了乌桓。乌桓，若是他们联手乌桓进攻中原，那北方又要有动乱了。冀州有30万甲兵，真乃大州也。臣
臣有一言昧死已闻。如今天下分崩，九州覆裂，二元兄弟亲寻干戈，冀州黎民铺谷原野。然而王师继制，不曾存问风俗，就生灵于涂炭，却以多获甲兵为喜，这岂是河北百姓对明公之所期望啊？大夫爱民如子，此冀州百姓之幸。曹司空吊民伐罪，赦免赋税，检点户口，与民更始。其实曹司空早就有设想吧？都说冀州多豪杰，今日一试，果然不错。自董卓之乱以来，冀州百姓久离战火，民不聊生。孤每思之，心使感慨。今日众归一统，孤先免去冀州1年赋税，以休养百姓，与民安息。如此，臣代冀州百姓谢过陛下，谢过曹司空。孤大破袁绍，一统中原，还要多谢陛下和娘娘甘冒矢石，亲临官渡，为破袁亲身犯险，将天下人心送于孤的手中啊！天下人心并非玩物，可以任人出让，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司空之所以能够战胜袁绍，也是因为袁绍失道，才得以将千里河北拱手相赠。曹司空或许比袁绍略胜一筹，但是是否能保得住中原，就看曹司空践行的是何种道义了。这道义2字，倒还是头一次听娘娘说起啊。徐州魏王之人，也想知道司空今日践行之道义，与往日的可有不同啊？原来那个时候，娘娘还在家乡。是。徐州10万百姓食不存衣，却仍然有人替他们问司空一声。娘娘的问题也会留在史书之上。若臣不受一声责骂，何以对陛下和娘娘千里亲征？何以对徐州10万百姓？又何以对这10年征战死去的将士？娘娘这句话，臣记下了。启禀陛下，司空，袁绍的家眷带到。袁绍一世英雄，死后诸子奔逃，
而妻女不能保，护父全子，真令人唏嘘。自还自见，把他们交给你的母亲安顿，给予衣食。是。魏文，你原来是曹操的儿子。放肆！岂敢直呼父亲的名讳？怎么，你认识他？我与他有婚约。婚约？他没有向我这个父亲禀告啊。父亲，儿子在邺城救人，不得已而为之，请父亲降罪。魏文，我不管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，我只要你一句实话。我们的婚约是真还是假？如果是假的，我力求一死，也不必落入敌人手中受辱。曹司空，公子与甄姑娘两情相悦，并且公子已对甄姑娘许下婚约。虽然他们两个人私定终身，有违礼法，但是甄姑娘救过朕和公子，所以还望曹司空能够成全。孤的儿子要一言九鼎，既然陛下主婚，那孤就把此女赐给你。没想到，一场大战，却是为了成全小儿。儿子，谢父亲，谢陛下。是。二哥，你可以啊。去。煮酒的火，海上温，多情空余恨。野花的灯还撩人，长梦与幽魂。欲盖弥彰，他乡月。